劝分好兄弟800回，结果最后还是喝上了他的喜酒。婚礼当天，我和女方军师坐在主桌，拿着手机对账，发现每当他俩闹分手，霍的都是我们两个。聊天记录惊人的相似，分手了，这次是真的，但是我还想着他怎么办，女方军师回复：换个工作吧，马戏团的小丑适合你。而我则是发了一连串笑脸，你恶心到我眼睛了，赶紧赔我钱。大喜的日子，杨坚看见我挤出来的假笑，皱起眉头：修哥，笑不出来就别笑了，你冷着脸也很酷的。我扯了扯嘴角，虽然兄弟恋爱脑，但他娶的是千金大小姐，还是金氏户口。看他依旧认我这个兄弟，我忍了。等接亲的人到了之后，我才发现里面有一位脸色比我还臭的伴娘，她看起来像是很不赞成这门婚事。我问杨坚，才知道了对方的名字，沈不渝，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恨之入骨的名字。她和我与杨坚一样，是新娘王珊珊的闺蜜，同时也是她的军师。因为她，我可没少受我好兄弟的罪。想到这里，我看着沈不渝的目光变得愤恨了几分。新郎和新娘两个人笑得灿烂，我和沈不渝却是面无表情看着他们。各种流程走完，我终于入座。不知是不是安排座位的人搞事，我坐在主桌，沈不渝也坐在主桌，我们两个人的位置挨着，周围很热闹，我们两个人却安静的像个哑巴。我看了眼沈不渝，见他在看手机，刚想转过头不去看他，却是突然对上了视线。我没移开，沈不渝也没移开，片刻后他才开口：方先生，久仰大名。我一脸假笑的看着他：你好，沈小姐。说完这句，我还觉得不足以表达自己对过去的愤怒，于是我盯着他，咬着牙开口：他们两个今天能结成婚，沈小姐功不可没啊。谢谢，你也一样。我冷哼一声：那我们还是不太一样。如果说杨坚和王珊珊两个人一路走来碰见种种坎难，那我应该就是这个坎坷。我这话说的没错，我从杨坚他们两人还在暧昧的时候就开始劝分了，因为我觉得王珊珊这人不适合杨坚。果不其然，他们在一起5年，分分合合，他们累不累我并不知道，但我却被折磨得不轻。恋爱，狗都不谈。沈不渝在听了我说的话后，也是赞同地点点头。那我应该也是他们之间的坎坷。我闻言扭头看着他，一脸疑惑：不是你一直在劝和吗？沈不渝顿时瞪大了双眼。谁劝和了？此话一出，我们都沉默了，彼此对视了一眼。我们发现事情变得有些不对，于是我眯了眯眼睛。不是你一直在当军师，那为什么他们俩每次快要分了的时候，王珊珊就过来求和？沈不渝露出了明显被冒犯到的表情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他立刻点开了手机，将往3个月前的聊天记录展示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可能真的要和他分了，我再也不要爱这个纠结的男人了。姐妹，我答应他求婚了，恭喜我们。我看完一脸震惊，沈不渝则是面无表情看着我，抿了抿嘴。你知道我当时快被他气进医院了吗？谈个恋爱动不动就闹分手，谁知道他们结婚会不会动不动就闹离婚，一辈子要被他们这样的两口子搭，你知道我多绝望吗？我听完后，默默地点开了自己的手机，也翻出了和杨坚3个月前的聊天记录。修哥，我分手了，这次肯定是真的，我对他没有留念了。修哥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别生气，我和他和好了，我求婚了，他答应了。看完我的聊天记录，沈不渝也愣住了。所以你也是劝分的？我点了点头。于是我和沈不渝开始拿着手机对账，然后我们才发现历史是惊人的相似。我看向沈不渝：为什么你闺蜜分手会给你赔精神损失费？沈不渝却是冷笑了一声：你兄弟难道不给吗？我闻言顿时陷入了沉默，往下滑他的聊天记录，再看看我的聊天记录。从聊天记录看，沈不渝其实一开始是劝和的，被王珊珊折磨久了之后，他也变了。类似的聊天记录，我见状顿感无语。真是万恶的有钱人啊！有车接送，我自然是取消了订单。车上，我和沈不渝并排坐在后座上，他忽然开口：你们同事关系还挺好，你上我车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同事怕我是坏人来着？我愣了一下，却见沈不渝笑了。他好像喜欢你。我闻言看着车底，平静的开口：不是好像，他就是。看我这副不为情所动的样子，沈不渝不禁侧过头看了我一眼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他纠缠你？我点了点头。他是我去年带的实习生，他实习期间犯了很多小错误，我几乎是天天批评他，他应该很讨厌我才对，但我没想到他毕业后回来居然和我告白了。沈不渝笑了笑。那你接受了吗？我摇摇头，立刻开口否定。我不喜欢他。沈不渝闻言摆了摆手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你不喜欢他就保持距离好了，这很正常。对于沈不渝的话，我很赞同，但我还是有些难以理解那位同事。而接下来一段时间内，我们两个都没说话。旁边沈不渝的手机不断有信息传来，我看着他，想起刚才，我心里忽然好奇了起来。是刚才那些加他联系方式的人吗？怎么不看手机？听到我的问题，沈不渝转头看我一眼，随后点开了手机。2秒后，他忽然冷笑了一下，将手机递了过来。你兄弟的媳妇。我看清手机页面上的内容。我老公今天给我买的新睡衣，没有老公陪着的人真是太可怜了，你说是吧，沈不渝？看到这些消息，我刚想说话，突然一条新的消息弹了出来。看到你单身，现在还没抱过对象，姐妹我都有点怜悯你了呢。这条新消息让我眼皮一挑，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。你单身？沈不渝见状，脸顿时一黑，连忙夺过了手机。别信，他乱造谣的。我哦了声，一脸挪余地看着他。那你应该情史很丰富啊。只见他瞪了我一眼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沈不渝的否认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没有吗？可是刚才很多帅哥都想加你联系方式啊。沈不渝顿时咬了咬牙。没加，你也别造我谣。沈不渝顿时咬了咬牙。没加，
你也别造我谣。缘分这种东西很奇妙，自从这一晚后，我和沈不渝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。因有着同样被朋友折磨的经历，我和他都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。杨坚和王珊珊两个人新婚之后倒是没有闹矛盾，很幸福美满，这让我和他难得度过了一段舒心的时间。于是，我和沈不渝在一个周末兑现了一起吃饭约定。当我来到约定的西餐厅时，沈不渝已经到了。他看见我到来，立刻笑着向我招手。方兄，这里。我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，看着周围高档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凑上前。这里应该很贵吧？沈不渝却是摆了摆手。放心吧，我请客。我闻言松了口气，这里的价格能顶得上我半个月的工资。既然沈不渝说请客，我也放心的吃了起来。席间，我们聊着各种话题，但却还是不自觉的转到了彼此不争气的朋友身上。聊到王珊珊时，我放下叉子，好奇的看着沈不渝。所以，那次王珊出差洗澡时被男同事接电话的事，你是怎么劝的？我本来以为他们那次分定了。沈不渝沉默了片刻，冷笑着开口：我说他要是连自己的手机都看不好，干脆把自己给锁起来，反正早晚也看不住。听到沈不渝的回答，我心里忍不住惊叹，真是好犀利好歹毒的话术。正当我以为这就没了时，沈不渝却继续补充：然后王珊珊不知为什么曲解了我的意思，她自己定制了条带锁的裤子，钥匙给你兄弟了。沈不渝的说得很快，导致我在意识到自己听到什么后已经迟了。难怪当初我痛心疾首问杨坚为什么还要和好，他支支吾吾说不上来。又聊了一会儿，沈不渝拖着脸，也是一脸好奇的看着我。话说你兄弟高中初恋回国那次，后来怎么哄好王珊珊的？杨坚高中还有个初恋，但他在高中毕业就出国了。然而那初恋回国后，竟当着王珊珊面说还喜欢杨坚，因为这事，两个人就一直拧巴的拉扯个没完没了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摊了摊手。杨坚他没哄。沈不渝顿时瞪大了双眼。那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我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我也没做什么，因为你的好闺蜜不相信她的解释，她心灰意冷，反过来说要分手，然后你闺蜜求和了。听到居然是这样的结果，沈不渝忍不住皱眉扶额，一脸气得不轻的模样。我见状，象征性安慰了起来。都过去了，别想了，气着自己身体不划算。话虽如此，当我们两个人凑在一起聊天时，总会提起这对新婚夫妻，他们那些气人的事，3天3夜也说不完。杨坚婚后2个月，我和沈不渝相处得更熟了。一天下班，外面倾盆大雨，我开着车，刚开出一小段距离，就看见沈不渝站在不远处的楼下。我立刻给沈不渝打了个电话。你在等车？你的车呢？车送保养了，我来接你。听到这话，我将车开到了他的面前，打开车窗冲他招了招手。上车，我载你。沈不渝并没有和我客气，直接坐上了车。当我来到了沈不渝报的地址时，看着眼前的大平层，我忍不住回头惊讶地看着他。你说这是你家？沈不渝转过头，眨了眨眼，伸出手做了个邀请的姿势。要参观一下吗？我一个人住。沈不渝的大平房装修的实在漂亮，我没忍住就进去参观了。里面没让我失望。沈不渝说要上楼洗一下澡，我则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起了电视。不久后，沈不渝换了一身衣服走下楼，他指了指厨房。来都来了，吃个饭再走吧。我闻言也是好奇了起来，于是我点了点头。好啊，正好我也饿了，那就让我见识一下沈大厨的手艺如何。沈不渝笑着撸起了袖子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。接下来我也没再看电视了，直接站在厨房外，看着他行云流水的做起饭来。半个小时后，沈不渝端上了3菜1汤，我坐下来，夹起了一筷子，品尝了一口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沈不渝立刻撑着下巴看我，怎么样？很好吃，简直比外面5星级酒店的大厨做的还要美味。我的话虽夸张了点，但沈不渝的厨艺的确是我迄今为止吃到过最好的。沈不渝闻言露出了一脸得意的笑容。那你就多吃点。吃饭时，沈不渝看了眼酒柜，等下你可以带2瓶走。我一看那些酒，眼前一亮，这些酒可都是高档酒啊！沈不渝居然说要送我，我有些不确定的看了他一眼。真要送我？沈不渝点点头，我见状也没再拒绝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因为之后还要开车，所以我没直接喝。晚饭后，沈不渝邀请我去楼上看他的天文望远镜。阳台上，他朝我招了招手，快过来。我走到他身旁，凑到望远镜前。沈不渝一脸好奇地看着我问：看到了吗？这是什么星球？这是木星，旁边那几颗是它的卫星。之后，他不断地和我介绍科普，而我却是看到了另一种风景。我和沈不渝离得很近，他身上有点香，我脱口而出：你用的是什么香水？沈不渝侧过头，奇怪地看向我，问这个干什么？好闻。沈不渝安静了一瞬，就这么看着我。我也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夸一个异性好闻，似乎是和调戏没什么区别，可我说出口的时候，却没发觉有什么问题。我想解释，却是突然看着他的嘴，鬼使神差的再次开口：你的嘴看起来很好吃。此话一出，我就后悔了，我这嘴今天怎么回事？然而听了我的话，沈不渝非但没生气，反而还直勾勾盯着我看。方兄，我们今晚没喝酒。下一秒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愣在了当场，因为我此刻已经被沈不渝推到了墙上。然而，就在沈不渝要凑到我面前时，手机响了。我掏出手机一看，是杨坚打来的电话。我瞬间清醒过来，连忙按下了接通键。一接通电话，那头的杨坚就哭诉了起来：胡哥，你说女人结婚之后是不是都会变冷淡？我闻言微微一愣，为何这么说？杨坚却是叹了口气：他现在都不抱着我睡觉了。
听到这个情况，我刚想回答，旁边沈不渝的手机也忽然来了几条信息。他拿起手机一看，皱了皱眉，随后把屏幕转过来展示给我看，是王珊珊的聊天界面。结婚2个月，半个月在度蜜月，回来一直加班。我昨晚累得在她洗澡的时候就睡着了。现在老公说我没有婚前那么爱她了，姐妹，我好冤啊！电话那头的杨坚还在抱怨。我看完后尝试开口，有没有可能是他最近比较忙，累了？你关心一下他工作试试。电话那头的杨坚明显愣了一下。这样吗？我再次看了眼沈不渝的手机，肯定点点头，完全有可能的。杨坚沉默了几秒，注意力似乎被我成功转移了。修哥，你现在怎么都帮王珊珊说话了？你终于对她改观了吗？我闻言心中暗想，你俩都结婚了，难不成我还劝你们离？10几分钟，电话终于挂断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回过头来，我才发现沈不渝已经回完消息了。他将手机放在一旁，却是没熄屏。我扫了一眼，只见沈不渝给王珊珊回了一句话：不行就吃药。然后王珊珊就发了好几段长达几十秒的语音，我不用看也能猜到王珊珊此刻的表情一定非常精彩吧。见我在看她的手机，沈不渝突然开口：我不用吃药。我看着他有些无语，谁问你了？刚才一时鬼迷心窍，说了奇怪的话。清醒过来后，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沈不渝，所以只是到了晚上8点，我就找了个借口溜走了。沈不渝也没留我的意思，他只是站在门口，抱着胳膊看我走进楼梯。接下来几天，我都在躲着他，信息故意隔几个小时才回，遇到他时也低头假装看手机。他约我吃饭，我说自己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加班到了晚上9点多，来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，已经没什么人了。我走在路上，正低头翻找车钥匙，然而余光却瞥见一双高跟鞋停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沈不渝正抱起胳膊盯着我，我见躲不过，只能干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。晚上好啊，沈不渝。谁教你撩了人之后就逃避的？想始乱终弃。我下意识后退起来，直到我的脚后跟碰到了车轮，我知道自己退无可退了。沈不渝凑到了我面前，直接挑起了我的下巴。我可不是随便的女人，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对我负责呢？我急忙挣开了他的手。沈不渝，我们这样不好，万一以后分了还得见面。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，杨坚和王珊珊2个人就经常分分合合，就算结了婚也不一定安生。我和沈不渝以后肯定也是会因为他们经常碰面的，现在牵扯上关系，万一以后分了还得见面，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我想到这里，看向沈不渝的目光多了几分底气。沈不渝似乎被我的话气笑了，他瞪着我，直接开口：怎么还没在一起就想着分手？谁教你这么渣的？听到沈不渝的话，我还想辩解一句，哪知下一秒沈不渝就凑了上来，我顿时瞪大了眼睛。我没想到沈不渝居然如此彪悍，竟主动作来，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，以至于我想推开他，却被死死抓着，挣脱不开。我只能痛并快乐地承受着。片刻后，我听到几道脚步声靠近，连忙推开沈不渝。沈不渝，有人。然而他却将车门打开，直接将我推了进去。车门关上，空间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。他直勾勾看着我：方修，谈恋爱吗？我看着他，心脏猛跳，理智告诉我要好好考虑一下，但看着沈不渝这副如此认真的样子，让我不知如何开口。他笑眯眯看着我，歪着头，再次开口：真的不和我恋爱吗？我只想和自己的男朋友接吻。我稍微平复了一下呼吸后，看着他：如果我不同意呢？爱人也行。听到他的话，我心中暗自吐槽：怎么还升级了？爱人可是要结婚的。那天晚上我送他回家，车停在楼下时，沈不渝转头看向了我。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帮他把安全带解开。明天中午有空吗？园区新开了家湘菜馆，听说不错。沈不渝笑着眨了下眼。有空啊。约定好具体时间，沈不渝下了车，而我到了家之后，却又收到了沈不渝的消息，是王珊珊在朋友圈发的照片，她和杨坚靠在一起比心，配文是和老公的第 N 个甜蜜周末。我见状，刚要输入，就看到沈不渝接着发了条消息：我觉得我们也得拍一张，气死他们。我忍不住笑了笑，随后打字输入：我们的事还是先别告诉他们了。为什么？怕麻烦。我快速回复了对方原因，沈不渝发了个白眼的表情，然后又发了一条：行吧，那我们偷偷发展，然后震惊所有人。我不禁摇头，有些无奈。这女人啊。我和沈不渝就这样在一起了，但在一起后和以往也没太大区别，我们依旧是上班下班，偶尔在园区碰见，他会远远朝我挥挥手。只不过现在我的生活却多了一些以前我未曾有过的乐趣。他会在我加班的时候带着宵夜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，还会在周末约我出去玩，一起分享美食，也会在每天晚上发消息过来问我今天有没有想他。我说有，他不信，要我证明，我就给他打了视频。视频接通，我看着沈不渝，开口：你确定要我现在说？沈不渝立刻站起身，一手叉腰，指着我下令：当然，男人，我要你立刻马上告诉我有没有。我看着他这娇气十足的模样，顿时笑了笑。好好，我说我想你了。闻言，沈不渝俏脸一红，也跟着开口：我也想你。类似这样有趣的互动还有不少，越是与他相处，我越是沉溺于其中无法自拔。那天在他家，他窝在我旁边看电影，忽然抬起头凑了过来：方修，行行好吧，我再听不见你说喜欢我，我就要难受死了。我听着他的请求，我的心跳得厉害，他总是这样，能精准地撩动我的心。一日，我听着沈不渝弹吉他，沈不渝的手机突然响了。
被打断的沈不渝皱了皱眉，拿起手机，发现是王珊珊来电，于是按下了接通。下一秒，我们就听到王珊珊在电话那头哭诉：杨坚的那些亲戚又来了，他们说反正我家有钱，生了也不用杨坚养，凭什么？我闻言瞬间明白，那些人似乎是见王珊珊的家境比杨坚好，心里忍不住发酸，所以话也说得不好听了。这样想着，我对着电话那头的王珊珊开口：杨坚呢？他怎么说？王珊珊似乎没意识到我为何会在一旁的问题，她支支吾吾的开口：我还没和他提，我怕跟他说了，他会觉得我是在说他长辈坏话。我皱了皱眉：别怕，跟他提就是了，这是他要解决的事。听到我这么说，电话那边的王珊珊沉默了几秒，最后表示知道了，就挂了电话。电话打完，我叹了口气，忍不住看向沈不渝，开口吐槽：你闺蜜真是个不争气的家伙。沈不渝眨眨眼，于是拿起手机给王珊珊发了条信息：你这个没用的东西。王珊珊回了个句号，沈不渝却是继续输入：一群人越过你去欺负你老公，你还一无所知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争气的小女儿？王珊珊又发来了几个问号，这下子可把沈不渝气到了，他直接扔开手机，整个人倒过来抱住了我，在我怀里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。你说的对，他就是个不争气的东西。我低头看他，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。沈不渝此刻的脸有些红，因为沈不渝这两句无厘头的指责，王珊珊终于知道自己老公遭受了什么委屈。据说那天她领着杨坚回去和那些亲戚聚餐，吃饭的时候专门反击他们，比如问他们孩子成绩如何，工作怎么样，有没有买房。如此，杨坚的这口气总算是出了。他事后还给我打电话，对我连连夸赞：修哥，我真爱死你了，这次多亏有你，我让人给你送了个最新款的表过去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不喜欢咱再挑别的。我闻言心动不已，刚想开口，却听他又问：不过你跟沈不渝很熟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我和沈不渝在一起的事，难道被他发现了？不过电话里杨坚的下一句却是让我松了口气。王珊珊说她嘴很毒，要是她说话不好听，你不要太生气。我闻言心中暗想：毒吗？应该只针对你们夫妻俩吧。沈不渝和我在一起时嘴可不毒，反而很甜。挂了电话，我侧过头就看见坐在旁边翻书的沈不渝，他也抬头问我：你兄弟？我点点头，笑了笑：他夸你呢。闻言，只见他嘴角微微一扬：不过最新款的那个表不行，下次我送你个更贵更好的。得，这都安排上了。我和杨坚的关系并未因为他结婚就有所冷淡，我们有事没事还是会一起聊天。而和沈不渝在一起之后，我才发现这两个人给我们发消息的时间高度重叠。晚上10点半，杨坚发消息来抱怨王珊珊又加班到很晚才回家。同一时间，沈不渝也把手机递过来给我看，王珊珊也在跟他吐槽杨坚又买了很贵的游戏装备。我把手机还给沈不渝：你闺蜜说想买就买，又不是买不起。沈不渝也是挑了挑眉：你兄弟说他加班那么多，身体迟早要垮。说完，我和他对视一眼，然后同时叹了口气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对前车之鉴的缘故，我和沈不渝倒是一点也不拧巴，谈得很直来直往。有一次他加班到凌晨，我开车去接他，他上车之后整个人都累得不想说话，靠在座椅上闭着眼。等红灯的时候，我看了他一眼，直接问：累吗？累的话，我送你回家早点休息。他睁开眼，偏过头看我：不想回家。那去哪儿？去你家。说完他又闭上眼，我于是开车回了自己家。他在我家也没做什么，只是洗了澡，换上我的 T 恤当睡衣，窝在沙发上吃我煮的泡面，然后就看着电影就睡着了。而我则是把他抱到床上，自己去睡了沙发。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蹲在沙发边上看着我，我和他对视了几秒，他就凑过来嘬了一下我的脸，说是奖励我。这是奖励。说完，他就蹦起身去厨房找吃的了，留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，摸着自己的脸傻乐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和沈不渝都快成杨坚与王珊珊的专业婚姻调解员了。我们一边调解，一边教育他们要多沟通，有什么话直接说，不要拉拉扯扯的。这几句话都快成了我和沈不渝的口头禅，但这两个人显然没什么悟性。这天夜里，我的手机响起，我看也不看就伸手去拿，不小心按了接听键，杨坚就在那头跟我抱怨：修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最近看见他就很烦。他一出差就是好几天，回来也不怎么跟我说话，倒头就睡。你说我是不是新鲜感褪去了？我这么烦他，是不是说明我是渣男？而沈不渝那边同样也是王珊珊的各种诉苦。我老公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脾气大了很多，一天天焦虑自己掉的头发和长的体重，明明还是很帅气啊。我看了眼沈不渝，他也看着我，都是忍不住摇头。这时候我和他想到一块去了。我们以前让他们好好考虑这段婚姻，不要冲动行事。婚姻倦怠期很正常，毕竟不是谈恋爱，日常生活中那些柴米油盐会把新鲜感一点一点磨掉。但婚姻不只是新鲜感，所以我也只好让杨坚好好考虑。而这一考虑就是2个月。2个月后，杨坚忽然遮遮掩掩地告诉我：修哥，我老婆怀孕了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沈不渝了的时候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他才说了一句：看来那2个傻子要当爹妈了。我们都是低下头，有些感慨，有一种孩儿们终于长大了的感觉。我和沈不渝在各方面都很合拍，这段恋情也一直没告知朋友。直到这天，杨坚忽然向我提起，王珊珊说有几个朋友条件不错的，她说可以帮你们打探一下他们的感情状况，
单身的话，介绍你们认识。沈不渝对此很自信，以他和王珊珊的交情，介绍男朋友的事肯定第一时间能想到他。结果他等啊等，我都收到好几个女士的信息了，王珊珊却还是没联系他。沈不渝当即打电话过去骂了王珊珊一顿，王珊珊却一脸无辜。我到底怎么惹你了？电话那头的王珊珊有些崩溃。我老公让我猜，你也让我猜，我会读心术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心中暗笑。邻人在意。相亲的事就这样过去了。而直到有一天，我晚上加班，沈不渝来接我回家，结果刚出电梯门，沈不渝就要我抱他，我将他公主抱抱起，就这样走出了几步路，忽然觉得哪里不对。当我放下沈不渝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因为此刻杨坚和王珊珊此刻正站在我家门口，他们一脸惊讶地指着我们。你们这……沈不渝却是抬起眸子瞪了他一眼。怎么没见过别人谈恋爱？杨坚也是嘴直口快，没见过狗谈恋爱。沈不渝挑了挑眉，巧了，我见过。两个人刚互对完，才发现好像大家都被骂了，于是都默契地闭上了嘴。进了屋子，王珊珊很好奇，于是跑过来偷偷问我：“你和沈不济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”我思考了片刻，于是说了下时间，3个月前。他闻言沉默了，良久才反应了过来。怪不得上次杨坚想给你介绍他的朋友沈不智会和我闹。我闻言心中暗笑，不，可不只是这样，主要是杨坚给的人选里面没有沈不渝，他有点破防了。送走夫妻俩后，沈不渝在我旁边坐下，抱住了我。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：“你刚刚看了王珊珊肚子好几次，想到妈妈了吗？”沈不渝摇了摇头，也不是，就是以前王珊珊这家伙不太靠谱，现在觉得她也要当妈了，感觉有点神奇。我闻言凑到了他的耳边，沈不渝挑衅地看了我一眼。好啊，我很期待哦。有他这句话，我就知道我已经成功了。这是我当军师这么久以来最出色的一次。我有个不争气的朋友，他被男人玩得团团转。起初我劝他好好谈恋爱，少猜些有的没的。后来我盼着他们分手，让我结束这种情情爱爱的折磨，劝分800回，最后喝上好闺蜜的喜酒，我成小丑了。婚礼上，同样冷脸的大郎说他也是个冤种。我对他一开始是惺惺相惜，直到那天公司团建，他上场跳了一段舞蹈，旁边的人跃跃欲试，想要他的联系方式，最后铩羽而归。而我则是直接上台，想象着他的舞姿，弹唱了一首歌。我们在好友感情上很有共同话题，他好兄弟和王珊珊的爱情槽点，3天3夜也说不完。那天聊天时，我蓦地看见他脸上细小的绒毛，这个距离不算安全距离了，可我不排斥，于是我便知道我完了，轮到我当恋爱脑了。可是我不怕，因为我当军师这么多年，我有丰富的经验。首先是展示容貌，然后展示身材，接着是财力和厨艺，最后是水到渠成的睡觉。